90年代，我在北京2环买下了一套四合院，本想给未婚妻一个家，谁知她当场撕碎结婚照砸在我脸上，扭头投入了那个在南4环给她买楼房的暴发户怀里。几年后，暴发户破产，新楼房被贴了封条，而我的四合院一跃成为估值过亿、京城权贵聚集的顶级会所。未婚妻跪在会所门前求我帮帮她，我静静地对她说：“钱不能白给你，我会所门口的雪正好缺人来扫。”林峰，这婚我不结了！苏梅，你先冷静点。我问你，存折里的那30万去哪儿了？花光了。花光了？你是不是偷偷去南4环，把那套带暖气的楼房拿下了？没有。那你把钱弄哪儿去了？我买下了这套院子，就你脚下踩的这块地，后海边上的3进四合院。林峰，你是不是真疯了？30万你就买这个破院子？这可是2环内的四合院，未来的价值绝对不可估量。我呸！林峰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！这破地方连个抽水马桶都没有，你打算让我闺女倒一辈子夜壶吗？妈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当初答应好的买楼房全变了。今天要是拿不出南4环的房证，这婚马上退。苏梅，就因为一套没暖气的院子，你要退婚？我不退婚，留着在这儿喂蚊子吗？林峰，我们完了。哎呦，这不是刘老板吗？哼，这什么破地方？梅梅，谁惹你生气了？刘哥，就是这个骗子，他把30成全砸在这个破院子里了。哼，你就是林峰，读书读傻了吧？现在大家都去南4环买楼房，谁还住这破院子啊？私人宅院，滚出去！脾气倒挺横。王阿姨，这是5万块彩礼，收好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谢谢刘老板。南4环那套带集中供暖的3室1厅，我已经全款拿下了，明天就去房管局写梅梅的名字。刘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苏梅，今天你走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别后悔。后悔？我会后悔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穷鬼了。是林老板吗？我是林峰，你是带队干活的工头老赵吧？怎么，人都到了不开始干活？林老板，不是我们不干活，只是这工钱，活还没干，就急着要钱了。规矩是干回结账。不行，在我们这儿必须日结。怎么，怕我赖账跑了？林老板，弟兄们被黑心老板坑怕了，我家老娘还躺在病床上，就等我今天这笔工钱回去买救命药呢。就是，刚才那姑娘的话我们都听见了，你30万全砸这破地方了，手里还有钱发工资吗？给我半天时间。老赵，把你腰里的刮刀递给我。你要刮刀干啥？拿来。林老板，咱可说好了，就等你半天。你闻，咦，这木头怎么有股香味儿？林老板，这到底是个啥木头啊？正宗的牛毛纹紫檀。当年大户人家为了防贼防惦记，故意用黑漆把这些名贵木料刷死，伪装成普通木头。紫檀？那玩意儿很值钱吗？这几根房梁呢？那是金丝楠木，在古代这是皇家造宫殿用的。老赵，带弟兄们把这堆木头看好。看好？有人来偷咋办？谁敢动，打断他的腿。我出去一趟，1个小时内回来发钱。柱子，去拿撬棍，把门给我堵死。陈老板，进来长长眼吧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林生，这包浆这密度绝了。陈老板，废话少说，你收不收？收，当然收。这堆木料我出2万块，今天就叫车拉走。陈老板，你欺负我不懂行。林生，这价格很公道啦。这些紫檀老料和金丝楠
是正经的清代宫廷造办处手艺，你拉回广州稍微一打磨，转手卖给港台大老板，至少翻5倍。那林生你想要多少？5万，少1分，你现在就可以掉头回潘家庄。5万？你抢钱啊，后生仔！那就请回吧，不送。哎，等等，林生，算你狠，5万就5万，这批货我要了。我只要现金，我车里就带着现金。陈老板，合作愉快，叫你的人来装车吧。林生，以后还有好货，记得第一个联系我啊。老赵，过来。林老板，这是今天大伙的工钱，全结清。这太多了，我们一天的工钱加起来也就几百块。老赵，这2000拿去给你老娘买救命药，挑好药买。林老板，以前干工地，黑心老板连清水白菜都不给饱吃，还卷钱跑路，您这是救了我的命啊！老板，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！起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不欠大家的工钱，大家也别糊弄我。兄弟们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！林老板给咱们发钱，还救我老娘的命，咱们要是再不卖力，还算个人吗？不算人，算人！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把这套院子给林老板拾掇的漂漂亮亮。老赵，带人去正房，把那个老火炕给拆了。好嘞，柱子，跟我来。等会儿，林老板快过来，地下有古怪。怎么了？这炕回音不对，下面是空的。砸开它。手电筒。老赵，里面是什么？林老板，清场。柱子，去院子门口守着。去。撬开。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多！开第2个缸。林老板，金砖。林老板，这得多少钱啊？现在的金价，一根抵你干10年包工头。开第3个缸。这是啥？比金子贵？开第3个缸。这是啥？比金子贵？金子有价。林老板，这画很值钱吗？这东西无价，放出去能让古董圈抖3抖。老赵，把东西放回原处，缸重新封死。明白。找几块厚钢板盖在上面，再填上土，铺回青砖。今天这底下的一切，就当咱们从来没看见过。林老板，您放心，我老赵懂规矩，这事儿烂在肚子里。动手吧。老赵，叫兄弟们都过来集合。今天大家辛苦了，进度我非常满意。林老板，这都是咱们该干的。在场的兄弟，每人发1000块。1000块？林老板，您今天不是发过工钱了吗？这钱拿着烫手啊，林老板，无功不受禄啊。这不是工钱，是奖金，这也是封口费。刚才正房的火炕底下，我挖出了一些老物质，我不希望外面有任何人听到风声，能不能做到？都竖起耳朵听清楚了，林老板给咱们发钱，咱们就得讲江湖规矩。谁要是拿了钱还管不住嘴，老子第一个饶不了他，绝对不说。很好，老赵，钱发下去。从今天起，工程队分2班倒，日夜巡逻，除了运建材的，连只苍蝇都别放进来。包在我身上，谁敢硬闯，休想踏进半步。林老板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。慢慢说，怎么了？门被堵死了，胡同口来了2辆大卡车，带了一帮盲流，装的全是臭泔水和垃圾，正一车车往里倒呢。看清是谁带头了吗？带头的我认识，就是昨天跟在刘富贵屁股后面的狗腿子。去，给我在院子里搬把太师椅。喂，是京市晚报的新闻热线吗？我要告庙，2环内后海历史风貌保护区有流氓势力强占街道，倾倒恶臭泔水，破坏重点文物。我姓林，就在现场。喂，京视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组吗？我要举报。林老板，这就行了。
报警抓他们，最多关2天就放出来了，不痛不痒。但上了电视和报纸，性质就变了。都给我往里倒，把这破院子给我围死！哼，敢跟刘老板抢女人，今天没个1万块钱保护费，这垃圾山他休想挪走1寸！快，镜头对准他们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呢？请问你们是受谁指使，在重点保护区倾倒恶臭垃圾的？别拍了，把机器给我放下！还有袭击记者，镜头跟上，全部录下来。大哥，这咋办啊？上电视了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我们现在就走！想跑？你们倾倒的垃圾不清理干净，今天谁也别想走！我现在就打市局的电话。清理，我们马上清理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泔水给我铲回车上，快点儿！绝了，林老板真绝了！刘富贵，这才第1招，希望你顶得住。林峰，你在吗？谁放他进来的？哟，这不是要去南四环住带暖气大楼房的苏大小姐吗？哼，怎么又回我们这破胡同了？老赵叔，您别挖苦我了。林峰，我昨天看晚间新闻了，记者说你在保护重点文物。然后呢？我这几天都没睡好，那天是我妈逼我的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。放不下我，还是放不下我的文物院子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哪怕在这个院子里吃苦，我也愿意。我这里不缺吃苦的人，只缺滚得远远的人。林峰，你就非要这么绝情吗？老赵，你手里拎的那桶是什么？在，这是昨晚兄弟们洗脚剩下的泔水。这里有人嫌咱们院子不够脏，帮他清醒清醒。好嘞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姓林的，你个混蛋！你给我等着！林老板，坏事了！建材市场的料咱们买不进来了，带去的定金不够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是根本没人敢卖给咱们。人家一是送后海4合院的，直接把钱退给我了。咱们修缮的联合市周边建材专利网，说谁敢卖给谁，就是跟他作对。现在大厂全断供了，咱们这工程得彻底停工啊！哼，刘富贵以为垄断了北京周边的几个破砖窑就能卡住，那咱们去哪儿弄材料啊？不在北京买，去外地，外地运费是天价呀！而且一般的窑厂能烧出古建料吗？去河北，当年专供故宫的皇家鼎配。皇家窑厂，听说他们傲得很啊，他们会认咱们吗？放心，他们会认的。老赵，叫2辆大卡车，跟我走。干什么的？这里不接待外客。来买砖的，找你们大掌柜。我就是掌柜，买红砖去镇上。我们这儿只烧皇家规制的古建料，不接普通私活。我要的就是古建料，2万块老城砖，5000片琉璃绿瓦，外加300根正极稳寿。你要这么多料干什么？修王府啊？修北京2环内的4合院。口气不小。后生懂规矩吗？我们这儿的窑1年只开2回，价钱比外头贵10倍。你有那个实力吗？这是民国10年的10两金条，定金够不够开一窑？纯金。后生，不，林老板，这批料老祖接了。什么时候能出货？日夜赶工，最快10天给您凑齐。我再加1根金条。您还要加什么料？我要你带上窑葬里手艺最好的10个老手贱人，跟我回北京现场施工，包吃包住，工钱翻倍，干不干？干！拼了这条老命也干！林老板放心，我们易县的工匠手艺天下第一。您这套4合院，老苏保准给您修的比宫兆府还要气派。刘哥，那建材的事儿真卡子林峰啦？哼，我刘富贵在建材圈混了10年，我打声招呼，谁敢卖他林峰半块砖？我打听过了，那小子现在连一袋水泥都弄不进去，工人全在那儿干瞪眼，不出影他兜里的钱烧光了，那破院子就得彻底烂在手里。活该，让他跟我横。到时候我要他跪着来求我收他的地，等明天工程款一结，
哥带你去香港买大金链子。谢谢刘哥，刘哥真有本事。来，兄弟们，敞开了吃，今天肉管够，酒管饱。赵叔，你们跟着那个林老板伙食这么好？伙食好算个屁！我们工钱每天结清，从来不欠咱们1分钱。遇到难处了，赵叔，我们3个月没见到回头钱了。姓刘的就是个畜生，连饭钱都只给一半。我媳妇儿马上生了，建档钱都没有，去求他被保安轰出来。刘富贵那跨江大桥工程，明天真能接到尾款。明天只要验收单签字，1000万尾款就进账。便宜这孙子了。便宜？他那是找死！桥墩用的河沙全换成了海沙。海沙？钢筋也全是飞镖的。海沙能腐蚀钢筋，大桥塌了什么后果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拍了2卷胶卷，复印了底单，藏着保命。别吃了，跟我去见林老板，你们工钱他包了。小王是吧？林老板好。这东西你没给别人看过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里是3万块现金，每个信封1万，拿着。林老板，这太多了，我们3个月的工钱加起来也就1万多，剩下的是买你们手里这些资料的钱，也是买你们闭嘴的钱。林老板，您放心，这资料您从来没见过，我们今天也从来没来过。你们辞职吧，明天起来4合院跟着老赵干。谢谢林老板，谢谢林老板。老赵，把这些东西交到市政建委还有市纪委纠纷办，而且必须赶在明天他拿到验收尾款之前。为什么非要赶在明天之前？刘富贵拿不到这笔尾款，他的资金链就彻底断了。一旦他被查封，连翻身的机会都不会有。明白了，林老板，包在我身上。对了，你明天顺便去一趟法院门口。去法院干啥？刘富贵被抓，他新买的那套南4环的楼房肯定会被立刻冻结查封。你去替我看看戏，看看那位苏大小姐被赶出大门时的表情。好嘞，我一定看得清清楚楚，回来给您汇报。时代的车轮转起来了。刘哥，干杯！预祝明天1000万尾款顺利到账。哈哈，明天只要钱一进公户，哥下午就带你去提那辆最新款的奔驰。刘哥，你真好。开门，警察！刘哥，怎么会有警察？慌什么？估计是查租书证的。敲什么敲？不知道里面住的是……你们干什么？翻了天了！我认识你们所长。认识谁也没用，他2个小时前已经被双规了。我们是市纪委和市局经侦大队的联合办案组。纪委领导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可是正经商人。刘富贵，你涉嫌违规使用海沙，涉嫌商业欺诈以及巨额行贿。领导给我个机会，我补救大桥，我重新修，那1000万尾款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你下半辈子准备在牢里过吧。你们抓他可以，别弄脏了我的房子。你是刘富贵的什么人？我是他未婚妻，这房子明天就要过户到我名下了。过户？你想多了，他名下所有资产从这一刻起全部冻结查封。查封？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凭什么查封？同志，请你立刻出去，我们要贴封条了。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家。涉案人员财物全部属于冻结资产，出去！放开我，让我拿衣服。
怎么会这样？苏梅，今天你走出了这个门，以后别后悔。不，是刘富贵这个骗子，是他骗了我。呸！活该！林老板，货送到了，您过目。好砖，卸货，开工。林老板，刘富贵进去了，还有那个苏梅，穿件睡衣就被扔出来了。以后这种事不用向我汇报，他的苦日子还在后面。老板，就是这里。你就是林峰，有事？自我介绍一下，南方恒海地产集团总经理赵德汉。年轻人，这块地我很感兴趣，不卖。在上海和广东没我买不到的地儿。我现在给你100万，翻了3倍多，拿上钱滚，这水太深，你把握不住的。100万，赵总真是好大的手笔。年轻人，做人要懂得知足，你一转手就赚70万，拿着这笔钱够你潇洒一辈子了。听起来是很划算。那就签字过户。赵总，你当这是南方的废品回收站吗？林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赵总，我也给你一句忠告，在4、9城做生意，眼界放宽点。这套院子，别说100万，就是1000万，你在我这儿也拿不走一片瓦。1000万！一个泥瓦匠真以为自己能在京城翻江倒海？老子在南方拿地，还没人敢拒绝我。你以为不卖，这破园子就能保住了？你可以试试，慢走，我送。林峰，你会为你今天的狂妄付出代价的。林老板，那可是恒海集团的赵德涵啊，身价好几个亿。刘富贵就是条地头蛇，这赵德涵可是条过江的猛龙啊！猛龙过江也得盘着，接着干活。出什么事了？林老板，完了，天塌了！我说了多少次，去事不要慌。外面怎么回事？那个姓赵的动手了，他把咱们正南边那片废旧厂房全买下来了。他买厂房干什么？建多高的楼？建楼啊，12层。他们要建一栋12层的商业大厦，12层，30多米高啊！这就像把咱们的阳光全挡死了。林老板，别来无恙啊！有屁快放！赵总托我带句话，南边的地基已经动工了，他愿意出50万收购，这是合同。50万？前天还是100万，你们抢钱啊！这叫市场规律。今天签50万，等我们地基打好，你这院子一文不值。林老板，咱们卖了吧，等他楼盖起来，咱们就血本无归了呀！回去告诉赵德煌。什么？让他把地基挖深一点，楼盖得再高一点。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走着瞧！哼，林老板，您糊涂啊！咱们拿什么跟他拼啊？老赵，去买几挂10万响的鞭炮。有人上赶着给咱们送钱，砸2000万给自己挖坟，这么大喜事，不该放挂鞭炮吗？挖坟？赵德华，你以为有钱就能在2环内随便起高楼？你根本不知道，政策的屠刀已经悬在了你的头顶。欺人太甚！赵德涵故意把开工仪式摆在咱们院子正后方，让他放。今天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了。
您还有心思喝茶呢？那12层的地基一打下去，咱们院子完了。老赵，坐下，喝茶。我喝不下。外面的鞭炮声听见了吗？赵总今天来，就是为了炫耀你的鞭炮声。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，30万，签了字，拿钱滚蛋。昨天还是50万，今天就变30万了。老东西，今天我的地基只要挖下去1米，明天就是0。林峰，别撑着了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上午10点整。你看时间干什么？赵总，你的地基恐怕1米都挖不下去了。笑话，机器都开动了，谁能拦我？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规划委的人来了，把咱们的挖掘机全给逼停了。慌什么？估计是来看似例行检查的。哎呀，李处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赵德文是吧？南方恒海集团的？对，是我。我们在市里可是挂了号的重点投资商。重点投资商也要守法。谁让你们动工的？我们图纸递交上去了，这不是一边在一边补手续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。这跟我们建商业大楼有什么关系？市政府最高指令，2环内核心历史风貌区正式划定绝对保护红线。红线怎么了？红线内所有新建建筑实行极其严格的高度控制，绝对限高9米。9米才3层楼啊！我的图纸是30多米的商业大厦呀！哼，图纸作废，原审批撤销，政策还能给你让步？我不服！我要去市里告你们！所有人听令，把机械全部贴上封天，恢复地貌。2000万，我的2000万啊！林老板，这就是您说的庆祝？政策的屠刀快吗？快，太快了！老天爷开眼了，这孙子的楼盖不成了。岂止是盖不成，林老板，这政策一出，限高9米，这就意味着咱们这套3进4合院成了真正的绝版呐！没错，周围再也不会有高楼挡住咱们的风水。这2环内的平房院子，以后就是拿金山银山都不换的帝王了。林老板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政策要下？多看报纸，少看八卦，内层里早有风向，只是赵德夯这种人眼里只有钱，看不见政策的大事。林峰，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我知道。你看着我花2000万买下这块废地，你看着我像个小丑一样开工。赵总，谢谢你砸了2000万，帮我拆掉了南边那些挡风的破厂房。现在我院子的通风和采光比以前更好了。你赢了这一局又怎么样？你这院子再值钱也是个半成品。你想把它修成顶级会所，你兜里还有几个钱？只要我赵德文在京城一天，你休想从任何一家银行拿到1分钱的贷款。我看你怎么把这烂摊子收场。想玩资本，好，那我就陪你玩一场大的。林老板，废话咱们就不多说了，你那套后海的4合院，我出2500万全款，今天就去过户。2500万就想吞下现在的2环帝王？3200万，我出3500万，出3500万。各位老板，停一下！我今天请大家来，不是为了卖院子。不卖？那你叫我们来开什么会？
我开的是联合开发招标会。联合开发怎么个联合法？第一，我不卖地，这套3进4合院作价入股，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京城第一流的顶级私人俱乐部。第二，所有后续的装修、设备引进以及前期的运营资金，由中标方全额垫资，保守估计需要5000万。可以，5000万我出得起，那利润怎么分？第三，我林峰1分钱不出，但我必须占合资公司51%的绝对控股权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1分钱不出，还要占51%的股份当大老板，让我们这群掏钱的人给你打工，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空手套白狼，这生意没法谈。走走走，真以为自己抱着个金团就能上天了？门在那边，不送。赵总怎么没走？没跟他们一起骂我？他们是一群没眼光的土鳖。我赵德汉虽然被你摆了一刀，但我看得出那套院子的真正价值。哦，5000万的建设资金算什么？只要那个顶级会所建起来，每年光是那些京城权贵的会费，利润就不止几个亿。这么说，赵总愿意接盘？在商言商，有钱大家赚嘛。身后的助理立刻走上前，从宫本里抽出一份厚厚的联合开发合同，摆在林峰面前。合同我已经拟好了，5000万今天就可以打进咱们的弹弓账户。条件只有一个，就在附件的第37条。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，防范大股东不作为风险，林峰作为占股51%的绝对控股方，必须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行政统筹能力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林峰需在3天内办妥合资公司的私人会所特种行业许可证。如逾期未能办妥，视为严重违约，林峰名下51%的股份将作为违约赔偿无偿强制转让给恒海集团。放屁！3天办特种行业许可证，你这纯粹是刁难人！怎么，林老板怕了？你明知道私人会所的特种经营批证有多难全，那得过公安、消防、文化、工商4个部门的联合审查，普通人跑断腿半年都下不来。你让林老板3天办好？我是投资方，我拿了5000万真金白银出来，难道不该要一个保证吗？保证也不是这么要的，你分明是挖了个坑，想一口吞了咱们的院子。林老板，这次绝对不能签，签了咱们就死定了。你兜里没钱，除了我，没人会答应你这种条件。今天你不签，你的院子就永远是个没法变现的破瓦房。林老板，千万别冲动啊，他这绝对是做好的局。赵总，你就这么确信我3天内办不下来？你可以试试。笔拿来。林老板，不能签啊！拿来。老赵咬着牙，眼眶都红了，但迫于林峰的威压，只能哆哆嗦嗦地掏出钢笔。林峰接过笔，翻到合同最后一页，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并按上了鲜红的手印。合同生效了，5000万下午打进账户。赵德文看着上面的签名，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。林峰啊，林峰，都说你聪明绝顶，没想到你也是个急功近利的蠢货。是不是蠢货？3天后见分晓。好，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怎么把这51%的股份双手奉上。完了，林老板，这下全完了，那可是特种证啊，咱们朝中无人，谁会给咱们开这个绿灯啊？别嚎了，回去让工人们继续干活。哼，跟我斗，他林峰还嫩了点儿。不过赵总，万一这小子运气逆天，真让他跑下来了呢？不可能。赵总高明啊！5000万只是在账户里转一圈，3天后那套价值上亿的绝版4合院就是咱们的了。您怎么这么肯定？哼，
我昨天晚上已经花重金打点过了，我让他们按章办事，严格审查。这一招绝了！拖他个10天半个月那是合法合规，但林峰的对赌期限只有3天。这一次我要让林峰倾家荡产，永不翻身。林老板，4点半了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。我没瞎，看得见时间。能不急我的亲哥？咱们派去工商商和消防跑手续的几个兄弟，刚才打传呼回来了，说材料交上去3天了，人家连看都没看，全压在抽屉里。意料之中，这分明是故意卡咱们，肯定是赵德文的王八蛋在背后搞的鬼。他要是不搞鬼，就不是赵德文了。5点1到，拿不出特种行业许可证，咱们这51%的股份可就全归他了。林老板，大不了等会儿姓赵的来了，我一铁锹拍了他，这院子咱们谁也别要了。胡闹！把铁锹放下，去泡壶好茶。还喝茶？林峰，好兴致啊，还有心情喝茶。赵总来的挺早。4点45分，还有最后15分钟。特种行业许可证呢？拿出来让我开开眼啊！还在路上。在路上，林峰，别装了！你交上去的材料，现在还藏在抽屉里吃灰呢。原来是你搞的鬼！是又怎么样？林峰，你输就输在太天真，真以为靠几句大话就能空手套白狼？赵总教训的是。死到临头还装神弄鬼，把股权转让书拿出来！时间到了，马上签字。从现在起，这套4合院还有那5000万的合资公司，全是我南方恒海集团的了。赵总，急什么？这不还差5分钟吗？5分钟能改变什么？你能让天王老爷下来给你翻正吗？说不定呢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市工商局的王局长，那是消防总队那起，那是消防总队的李政委，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是国家文物局的刘老。领导，王局长，李政委，您几位怎么有空来这儿视察？我是恒海集团的赵德汉啊。林先生，大义呀，真是民族的大义呀！林先生，您昨天让人匿名送到国家美术馆的那2幅画，经过我们专家组连夜鉴定，确身为失传100年的宋代真迹，是无可估量的国宝啊！老赵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他突然想起那天在暗格里林峰打开的那个丝绸画卷，这种级别的绝世古品，放到海外拍卖行，随便一幅都是几千万起步的天价。林先生却分文不取，无偿捐献给国家，填补了历史的重大空白呀！几千万的天价古画，无偿捐献，林峰，你疯了吗？
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林先生的高风亮节，让我们这些老头子汗颜。林先生，听说您要在2环内筹办一家弘扬传统文化的顶级会所，但在手续上遇到了一点阻力。确实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林先生放心，对于您这样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爱国商人，市里已经连夜开了特批会，一路绿灯，特事特办。林先生，这是您要的私人会所特种行业许可证，工商、消防、文化、卫生，所有章全齐了。看清楚了吗？时间刚好5点整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你哪儿来的国宝？现在我违约了吗？没有，林老板果然手眼通天。既然没违约，那咱们的合资公司继续。我那5000万垫资已经打进账户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。慢着，赵总，你好像忘了仔细看这份合同的附加条款。什么附加条款？若在项目推进过程中，投资方存在恶意围堵、暗中设局阻挠大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大股东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并且依法全额没收投资方所有前期垫资款。你算计我！哼，王局长、李政委都在这里。你昨晚是怎么打点的？怎么把我的材料压在抽屉底下的？需要我当着领导的面，让你那个助理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吗？赵德文，你竟敢阻挠合法经营！我没有，这是诬陷！纪委的人已经在去恒海集团北京分公司的路上了。抬出去，别脏了我的院子。林老板万岁！往左打轮！哎，到，慢点！你上啊！没看见后面有台阶吗？刮花了1.7，你在这干10年都赔不起。对不起，老板，雪太大，我没看清。苏梅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经理，我错了，雪实在太大了，求您别扣我工资，我还要交房租。连个车都引不好，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早让你滚蛋了。去那边站着，别碍了贵客的眼。大妹子，可怜可怜，伤口热水喝了，冻得受不了了。滚开！臭饭的！等等！刘富贵！苏梅，你怎么在这儿当起看门的了？你不是进去了吗？我在里面表现好，刚出来才知道，外面天都变了。我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公司没了，只能靠蹬3轮还债。你不是住带暖气的南4环楼房吗？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了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骗子！房子被法院查封了，我被赶出大街，什么都没了！你赔我的房子，赔我的青春！快起来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大老板们出来了！林董，下个季度城南的那块地王，您可一定要
一定要带上我们喝口汤啊！好说，老赵，把李总的名字记一下。是，林董。林峰，怎么可能？这是林峰，那个泥瓦匠包工头。闭嘴！林董的名字也是你叫的。林峰，是我啊，我是梅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看在咱们过去3年感情的份上，你拉我一把吧。林董，这2个要饭的惊扰您了，我马上叫保安打发他们滚。走吧，外面风大。老赵，买2张去杭州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去杭州？咱们去南方搞开发？不搞开发，去见一个姓马的英语老师。女老师？老赵一头雾水。时代变了，老赵，咱们该去互联网的世界里再现一次惊涛骇浪了。